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当传闻王一博将出演新版唐僧，网络舆论瞬间撕裂，是毁经典还是创新机？从86版汪月的书卷气，徐少华的动摇坚定到池仲瑞的佛香庄严，经典之强如何被3位演员的人性与神性共同铸就？流量时代选角背后，是艺术出新与市场逻辑的激烈碰撞。我们期待的唐僧，究竟是复刻经典，还是重塑符合当代审美的圣僧？一则传闻在2026年的春天掀起轩然大波，央视计划投资5个亿重拍《西游记》，而网上最热的说法是，当红小生王一博可能出演唐僧一角。消息一出，网络舆论场瞬间撕裂成两派，反对者痛心疾首，86版《西游记》的唐僧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找流量明星来演，这不是毁经典吗？支持者则反驳，为什么不能给新面孔机会？王一博的清冷气质或许能诠释不一样的圣僧。双引号。从86版珠玉在前，到如今流量明星引发的争议，我们究竟在期待一个怎样的唐僧？这背后折射出的远不止一个角色选角的问题，而是时代变迁下艺术创作理念与市场逻辑的正面碰撞。永恒的天花板，86版3位唐僧的表演艺术解码。86版《西游记》为何能成为跨越几代人的经典？答案藏在杨洁导演与3位演员共同塑造的那个人性与神性完美平衡的唐僧形象里。第一位登场的汪月，是杨洁导演一眼看中的初代唐僧，眉眼清秀，自带书卷气，剧组特意送他去寺庙体验生活。这位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把唐僧前期那种青涩感演得恰到好处，但只拍了4集就离开了。坊间传言他担心长期演唐僧被定型，想尝试更多电影机会。他后来成了中国戏曲学院的副教授，将重心转向了教育界。接棒的徐少华被公认为最帅唐僧，他原本试镜的是小白龙，扮上唐僧后直接惊艳全场，被杨洁导演当场换角。他饰演的唐僧，尤其是女儿国那段，把隐忍的情愫演得细腻动人，成为几代人的意难平。网上有分析说，许少华演出了唐僧内心动摇的坚定面对女儿国国王的深情，他眼中有波澜，手在颤抖，却始终坚守戒律。那种欲言又止、天人交战的挣扎，赋予了圣僧罕见的人性温度。就在事业风口上，许少华收到了山东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边是爆红机会，一边是铁饭碗学业，纠结再三后，他选择弃剧求学。网传他辞演也和片酬差距有关，但始终未被证实，成了西游幕后的小谜团。他后来成为山东省话剧院副院长、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深耕话剧舞台，生活低调的近乎隐身。最后压轴的池仲瑞，是唯一陪师徒4人走完取经路的终极唐僧。出身京剧世家的他，自带温润佛性，被杨洁导演在走廊偶遇就一眼敲定。不同于前2位的半途而废，他格外踏实，高温天穿袈裟，汗透衣衫不抱怨，反复钻研角色，把唐僧的慈悲与坚定演得淋漓尽致。池仲瑞的魅力在于收着演。女儿国那场，他嘴上念着经，手指却在袖子里偷偷发抖，被妖怪抓石碑挺得笔直，攥锡杖的手都抱青筋。这种演法比大呼小叫高级太多了。他长着一副教科书级的佛香，圆脸配着舒展的五官，那股子慈悲厚重感呼之欲出。有观众说他是佛祖亲自选角的水平，这话一点不夸张。这3位演员
用各自的表演砌成了一道经典之墙。汪岳的初代探索，徐少华的人性温度，迟重瑞的佛香庄严，共同定义了后世难以逾越的表演范式。而杨洁导演的选角逻辑更是纯粹，不为名气，只为角色气质。时代的冲击波，流量逻辑下的选角困境。传闻中王一博出演唐僧，是当下影视行业新逻辑的典型体现。这种逻辑与杨洁时代的纯粹艺术导向形成了尖锐冲突。从资本视角看，流量明星自带的关注度、粉丝经济与商业保障，是投资方难以抗拒的安全牌。在如今的影视圈大环境里，好本子越来越少，许多编剧都不愿意动笔，很多演员也闲在家里。像《西游记》这样的重量级项目，如果全用新面孔，风险实在太高，总得有一个带流量的熟面孔撑场子。从制片视角分析，吸引年轻观众，制造话题热度，推动 IP 年轻化是市场策略的核心。有分析指出，师徒四人的选角逻辑已经初见端倪，孙悟空找戏曲演员，猪八戒大概率找喜剧演员，沙僧戏份较少，应该会选择新人，而唐僧最适合用有名气的演员。还有潜在的审美视角在发挥作用。部分支持者认为，王一博的清冷禁欲系偶像形象与当下部分观众对圣僧外形的新想象存在契合点。原著中的唐僧本就是清冷俊美，还要有执拗坚韧之气，而王一博恰好是洛阳人，拍摄这部戏还能顺带宣传自己的家乡。然而这种流量适配角色的逻辑，与杨洁导演为角色找演员的理念形成了正面碰撞。杨洁当年选角的标准就一个字美，但此美非比美，不是当下流行的锥子脸、高鼻梁，而是那种贴合角色灵魂的美。他定下3大选角铁律：仙女要高贵秀丽，飘然而来飘然而去，女妖必须美，这是底线。凡间女性要多些凡俗之气，符合唐朝审美，稍微丰满些。争议的本质是信任危机与期待落差。毁经典呼声背后，是观众对流量明星演技功底能否驾驭复杂经典角色的普遍不信任。有评论指出，当制作方将 IP 视为快速变现的工具，用套路化的选角标准与程式化的表演模板对待艺术创作，最终收获的只能是观众的嘲讽。而有佛香的支持声则反映了另一部分观众对新颖视觉形象和时代化解读的期待。流变的审美镜，40年圣僧想象与舆论战场。唐僧形象的期待变迁，是一面折射社会审美、文化心理与媒介环境的镜子。从珠圆玉润到清冷禁欲，这不仅仅是视觉审美的转向。86版《西游记》深受唐代审美影响，追求丰润、端庄的形象。唐僧之母殷小姐的扮演者马兰，圆圆的脸盘，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这种审美背后，是对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出身气质的精准把握。而当下，审美偏好转向了仙戏、疏离、禁欲戏。这种转向受偶像文化、网络文学影响颇深，在年轻一代观众中，清冷感、破碎感成为新的审美标签。于是，当有分析称王一博能同时具备清冷、阳刚、坚韧感时，部分观众认为找到了新的契合点。圣僧内涵的公众想象也在流变。86版强调人性弱点与坚定信仰并存的丰满人格，许少华在女儿国中演出的内心动摇与挣扎，正是这种丰满性的体现。而网络时代，观众可能更偏好突出智慧、坚定或破碎感、酥感等某一特质的标签化、类型化解读。这种简化有时会消解角色的复杂性与深度。在社交媒体时代，
经典 IP 的重塑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舆论放大镜和粉丝文化环境下，任何改编都极易陷入预设立场、情绪化争论的漩涡。选角争议仅是序幕，后续的改编方向、表演细节、服化道设计都将面临空前严苛的审视。《如懿传》曾被网友吐槽粗制滥造的服化道设计，红丽的绿马甲、高度饱和的配色、轻盈的蝴蝶结丝巾，这些细节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演员与角色的贴合度差距过大，也令观众难以接受。青樱与红丽的竹马之恋由两位不惑之年的演员担当，演技再好也难免出戏。抉择与展望，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唐僧？从86版3位演员用生命体验塑造的厚重表演，到流量时代资本驱动的选角逻辑，再到社交媒体环境下审美认知的碎片化演变，《西游记》的重拍注定是一场在多重张力中寻找平衡的艺术冒险。有观点认为，后 IP 时代已悄然来临，市场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唯一不变的是用户对内容质量的永恒追求。高品质才是影视剧创作的出路。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漏洞百出，观众当然只能把作品当笑话来看。新版唐僧的成功关键，或许不在于单纯复刻经典的人性挣扎，也非盲目追求硬核或颠覆，而在于创作团队能否在尊重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找到与当下时代情感共鸣的契合点，并匹配合适的、能以演技服众的演员，无论其是否具有流量。六小龄童曾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没有央视版《西游记》，就没有今天的六小龄童。这话放在唐僧的3个扮演者身上也是一样，是这部剧让他们成为传奇，但反过来，也是他们的坚持与付出，才成就了这部剧的不朽。如今面对新版《西游记》的选角，我们或许应该问自己，你更期待看到一个怎样的唐僧？是复刻徐少华那样的人性挣扎，还是塑造一个全新的硬核取经人？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以及你认为最适合的人选。